好，接下來我們要關心到是鐵腕總理朱鎔基人生正式的謝幕哦。當年他是鐵腕闖了金融風暴，推中國入市。那麼現在當今的社會是由 AI 來接棒，60兆的內需能否再讓中國大陸轉型一次呢？今天會做深度的剖析。好，我們來看到的是中國大陸這位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12日因病離世哦，享壽98歲。他的官方的訃告也高度的肯定他在改革開放、還有金融整頓、國企跟住房制度的改革，以及在他任內的時候，包括了應對亞洲金融風暴等等的貢獻哦。那朱鎔基一生最鮮明的標籤就是他很敢、勇於改革，並且承擔任何的政治上面的風險。他曾經罵過說這個豆腐渣工程，他也不喜歡人家叫他經濟沙皇哦，所以他留下了一句廣為流傳的狠話，就是呢，準備100口的棺材，99口留給貪官。他說1口就是留給他自己的。我們先來看到他真正站上了中國大陸經濟的舞台中央，就是當時在1990年代危機四伏的這個經濟上面的整頓。90年代當時的中國大陸確實可以看到經濟表面上是發展的非常非常的快速的，但是當時在中国內部面臨的許多問題，不管是通膨，還有重複建設、銀行壞賬跟國企長期的虧損等等的問題，只有朱鎔基他願意站出來做大力的改革。他當時呢直接打壓這些過熱的投資，重新整頓金融，向低效率的這些國企來正式的開刀。當然了，這樣子的一個重大的打擊，後面的代價也相當的大，但是他也勇於承諾，並且勇於承擔。朱鎔基的判斷很清楚，他說要先拆掉這些舊體制的包袱，才能趕上國際競爭力的市場經濟哦。所以呢，我們就看到在他的改革之下，當時有大量的國企被直接整併、重組，甚至是倒閉，還有呢大批的工人面臨下崗。住房政策的改革也是從當時開始的，本來的這個福利分房，後來推進到了住房的這個商品化等等。但是我們要來看到是真正的大考驗，同時也是讓他聲名大噪的這一場，就是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了。當時在金融風暴爆發之後，中國大陸繼續維持它的人民幣的穩定，並且支持香港抵禦金融的衝擊。朱鎔基則是做了一件大事，他推動了中國大陸當時加入了國際組織 WTO， 把國內的改革跟全球市場徹底的接軌之後，我們就看到中國大陸在這幾年打拼之下成為了世界工廠，而在出口快速的發展之下，也因此大陸數億人口的生活水準因此從這個時候開始提高了，所以就看到了目前大陸的經濟發展，外資進來，出口爆發，製造業起飛，中國大陸從這個成為世界工廠，人民的生活水準提高等等，它的這些貢獻跟現在所可以做的一些經濟上面的借鑑，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很多大陸人非常的懷念朱鎔基啊，因為大陸出了幾個非常傑出的領導人啊，不管是過去啊，那麼甚至到改革開放你所看到的鄧小平等，朱鎔基也是一個非常傑出的領導人。因為改革開放的時候，大陸過去因為太窮了，太落後了，所以鄧小平就要釋放。要激起人民的這種勞動意願、生產意願，那當然就要開始進行私有化的這樣的一種激勵的這種政策。所以改革開放開始推的時候，你看到早期就是先求快，先求快，先求有，然後想辦法讓自己富起來。所以也允許這個經濟特區原來是就4個經濟特區，先讓4個經濟特區先富起來，再擴大到11個省市。縣沿海的城市，就讓沿海的城市先富起來，然後再由這些富起來的城市去幫還沒富起來的城市，採用這樣的一個大戰略。這樣的一個大戰略，先求快，先求有，先求富的情形下，就帶來了這種粗放型的經濟了。經濟一走向粗放型的時候，您看到了開始大量的授權，因為總不能夠完全由中央管。國家這麼大，人口這麼的多，一切都中央管的話，速度一定慢。所以大量的授權，一旦授權給地方官的時候，很多的地方官開始貪官污吏，就滿地了，到處官商勾結啊，因為有土司有財啊。那既然我今天要開放，要搞工業園區、科學園區、經濟園區，那都是土地審批都是，那就一堆就是收錢，我就給你好地。就這樣子的一個發展裡面，
我們看到的貪污腐敗越來越嚴重，然後再加上你剛剛講的商品房，原來的土地政策、房屋政策都是國有化的，但是現在要推商品房了，要推商品房，誰能拿到地，誰就有可能致富嘛。這個在台灣過去的發展的過程也是如此，誰拿到地誰就有錢，然後你只要蓋起來。所以我父親過去也是曾經做過這個房地產商的，他是營造商，也蓋房子的，所以我們都知道，你拿到地，拿到好地，那是太重要了啊。那你要拿地要用什麼方法拿地？所以空間就很大了。所以當時而且炒房子是最愉快的事嘛。大家拼命炒，那這樣的情形都傷到國本。對，朱鎔基看到經濟快速發展，一方面要讓它快速發展，二方面要掃除貪官污吏，然後要把整個國家的經濟帶向正軌。你想你會得罪多少人的利益？要動了多少人的根苗？你動了多少人的錢袋子的時候，那當然很多人就要把你弄倒，很多人把你弄倒。朱鎔基的金科玉律就是我棺材準備好了，我這條老命跟你拼了，那我覺得以一個國務院的總理，他要去面對這些貪官污吏，就是你們來趕誰跟我挑戰，我就跟你幹到底。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必死的決心，而且他本身真的是自己說到做到，自己本身兩袖清風啊。所以我個人覺得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一個領導人，真的是大陸人很懷念他。對，另外一個金融風暴，坦白說對台灣來講貢獻很大。你不要以為索羅斯的金融風暴，他是打掉香港，香港頂住了，而中國大陸是拿家底去護衛香港，所以索羅斯在韓國、在泰國、在菲律賓少的錢裡面，在香港賠光了，他一生恨中國。就是因為他在那個地方讓他賠光了。好，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朱鎔基一生做了非常多的貢獻，包括在經濟上面的改革，還有剛剛說了嘛，協助走過的整體的亞洲金融風暴。那確實，中國大陸也因此帶動了它的整個外資投資、出口跟製造業等等。不過現在經濟上面又來到了另外一個天花板，就是現在整體的環境又不一樣了。現在當今的經濟狀況就是房地產在中國大陸比較低迷，還有美國科技封鎖跟全球供應鏈重組，所以大陸現在也趕快找說，那我們接下來要怎麼做經濟上面的轉型呢？也就是從這種傳統的產業低附加價值要往 K 型轉型，就是往 AI、半導體、新能源、高端製造跟機器人來做發展。那確實已經達成了，在今年前7個月，半導體出口接近翻倍，高科技產品成長呈現40%的一個高度成長。第二次的這個經濟轉型能不能創造相同的一個等值的一個成就呢？那能不能來去彌補當年房地產現在在逐漸的往下坡走的一個問題？那楊老師又怎麼看？我覺得這個方向是很明確的哈。美國10年之前開始對中國的科技戰、貿易戰，也就是從朱鎔基帶領的入世加入 WTO 之後，整個中國的經濟開始翻兩番。連續的這種雙位數的經濟成長，然後呢，也看準方向，就是深化就是人民的教育，特別是科學的教育、人才的養成以及重要科技領域的投資、政策性的投資。即使是面對美國的科技跟貿易戰的打壓，到後來呢，現在反而使得美國自我封鎖，用高關稅。用禁止中國的商品進入到美國市場，開始做自我的封鎖。現在整個國際的風貌已經倒過來，不是大家再去制裁中國，根本是美國把自己門關上。而整個全球南方市場，以及包含甚至美國的鄰邦加拿大、墨西哥的對中國的商品也是大門大開。然後呢，歐盟現在面臨到一個靈魂的拷問，它到底要不要真的針對中國的商品採取保護主義？我覺得朱鎔基給我們一個比較，就是剛好我們在台灣哈，你不覺得剛好朱鎔基的這個過程，從他做上海市的副市長、書記，然後呢到市長到書記，然後副總理到總理，到2003年從總理位置下來，台灣也剛好是經歷過從李國鼎、孫運璇到蕭萬長。對。而不幸的是，進入到96年之後，當李登輝上來之後，就在整個風貌轉變。在這個之前，其實雙方的兩岸之間，當然因為規格不一樣、大小不一樣、整個情況不一樣，可是呢，經濟的領導跟整個氛圍是開放的，
走向國際的，然後呢要歡迎全球化的，然後整合到國際的產業鏈、生產線裡面去的。那也就是說，經濟的思維是主軸，政治的考慮是其次。可是另外一方面，中國大陸在朱鎔基之後啊，還是持續的開放、包容，走向國際。而朱鎔基他的所建構的典範，在中國大陸卻是持續的延伸下來的。好，這個是這個中國大陸的經濟一路走到現在，經過了2次轉型。那第2次轉型，我們剛剛就說，也就是現在嘛，要發展 AI。但是現在也有一個現實的考量，就是說，好，你發展這個產業的趨勢是對的，但是實際上這個企業現金能不能到達企業的手中，還有甚至流到民間去呢？現在也在看，因為現在最新的統計是中國大陸2026，中國大陸的規模及以上的工業的企業，他們的這個企業的回收期達到72天，也就是說，要改善這個現金流還需要一點點的時間哦。那所以政府現在也大力的推動說，民眾你應該要加強你的內需，去多買東西。所以他们也設定了2030年將社會消費品的零售總額推上60兆元。從這個所謂的世界工廠，就是幫全世界做代工。現在中國大陸要自己發展自己的內需，來強化自己社會的發展，有沒有這個機會？艦長怎麼看？這個機會不是一個絕對或是絕對不會，它是一個相對的比較。中國大陸是比較可能成功的，它有4個原因。第一個，它政策穩定，它不會說今天我們換一個總統重選，整個執政黨全部換掉，可能整個的過去推的那4年5年的政策通通都改了，所以它政策非常穩定，不管誰來當。第二個，它是計劃經濟，什麼12-5、13-5，它一設定就是5年，這5年我們就照這個去做。這也是一個非常穩定的。還有第3個，它內需太大，市場實在太龐大了。第4個就是中國人儲蓄是超級有名的。現在它的儲蓄像現在大概43%，美國大概只有10%幾。你知道為什麼中國人這麼喜歡儲蓄？因為以前的中國人對未來沒有自信。當我對未來我很有自信的時候，我知道我的錢一定會增加的時候，我存什麼錢啊？所以我就敢花錢。所以中國面對這些問題是比較，就是讓你覺得說不會這麼大的波折。